话说在清朝年间，上到皇帝公卿，下到平头百姓，都喜欢闻西洋鼻烟。当时学不会的人就如同今天上不来网，会被大家当成老土。随着鼻烟的流行，中国人自主设计了一系列巧夺天工的鼻烟壶。别看它小如拇指，但却把雕刻、镶嵌、烧瓷绘画等各色工艺都集于一身，完全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工艺技术浓缩的结晶。烟壶的材质多为名贵的玉石、水晶、金银、玛瑙，同时外面会刻画上山水人物、花鸟草虫。在这其中，最逆天的画法是内画。所谓内画，就是从瓶子内部写画上诗词文章，水墨丹青。要知道，烟壶口不过豌豆大小，一般人用耳勺掏烟也无法面面俱到，所以要在内壁上画图完全是难如登天。而且那些精美的图画文字一律要反着落笔，才能形成正面图像。当人们在赏玩着那方寸中的春秋乾坤时，不免有各种猜想，有说这东西是躺下来仰面朝天作画，有说是用头发丝蘸着颜料慢慢勾抹，一个壶要画半年，还有人觉得这东西并非人力能及，多半是出自仙家之手。这话虽有些夸张，但确实反映了内画壶的制作难度有多高。如今随着工业化卷烟的兴起，这门内画绝技已濒临失传。而在鼻烟盛行的清朝，出过4大内画师，他们分别是登堂入室马绍轩、雅俗共赏叶仲三、阳春白雪周乐园，还有文武全才乌长安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。这乌长安原名乌世宝，出生于满洲正白旗，是跟着苗红的官宦子弟。可俗话说，富不过3代，官不过2代。到了乌世宝这一辈，官位就让伯父那一门给继承了，所以他闲散在家，就靠祖宗留下的一点田产珠宝过日子。虽谈不上富裕，但每天逗逗蟋蟀、溜溜画眉、闻闻鼻烟、喝几两白干，小日子也算过得有滋有味。这天，乌世宝见旧日的家奴徐狗子竟仗着洋人的势力在街上横行霸道，于是忍不住上前教训了一顿。说起来这只是芝麻大点的小事，可那年头邪性事特别多，一不小心喝口凉水都会塞牙缝，放屁能崩了脚后跟。那徐狗子碍于乌世宝是救主，只好一脸恭敬地磕头认错，实则却磨牙凿齿，怀恨在心。庚子事变后，清廷和11个国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，这使得洋人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。而徐狗子因为会摇几句日本话，所以当上了侦缉队的队长。自此他更是越发的猖狂，在城中四处欺压同胞，无恶不作。为报当日之仇，他暗施毒计，以犬匪乱党的罪名抓走了乌世宝。幸亏乌大奶奶四处托人情走后门，才免掉了乌世宝的死刑，只关在普通牢房中。俗话说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乌世宝虽身陷囹圄，但却阴差阳错地认识了烟壶内画名家聂小轩。他因不愿给肃王花送往日本的礼物，所以就托关系来牢房里借住几个月，以躲避纠缠。这聂小轩师承胡月洲，他制作的鼻烟壶被行内人称之为古月轩，向来都是千金难卖。因为烟壶除了会画，还要会烧，烧壶是火中夺彩的绝技。因为每种色彩所要求的火候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颜色都要烧一次，10几个颜色就要烧10几次火，而且烧出来的颜色要和画的颜色相反。比如红花要烧绿的，绿叶却要烧红的。因烧制的难度太高，导致成功率很低，所以聂小轩的鼻烟壶都是百里挑一的珍品。而鼻烟壶向来画跟烧是分开传授，如今聂小轩已将烧壶的技法传授给独生女儿柳娘，只缺一个画壶的传人。在监狱的这段日子里，聂小轩恐身有不测，让绝技失传，加之见乌世宝颇有天资且十分投缘，于是就将这门绝技悉数传授给他。不久后，官府查明乌世宝是冤假错案，便将其释放回家。不过他已经没有家了，因为妻子为了他的官司，早把家里的田亩房产、珠宝文玩当尽卖光。徐狗子甚至以解救乌世宝为名，将乌大奶奶骗到了日军大佐的屋子里。最后惨遭凌辱的他万念俱灰，只能跳湖自杀。当乌世宝从好友寿明那里得知这一切后，是悲痛交加，一时气上不来，晕死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澡堂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。那京城有名的摔跤女侠小扑虎因和人打赌，竟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南澡堂。众人惊讶之余，纷纷出言调戏，说要与他赤诚相见。
话音未落，小扑虎一个旋风腿便将围观的男人统统扫翻在地。有那不服气的还想上前动武，可都被小扑虎摔得筋断骨折，一片惨叫。众人见此情形，无不吓得匆匆逃命。不久后，平安归来的聂小轩将巫世宝接到家中居住，而师妹柳娘每日为他端汤送水、缝补换洗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便暗生情愫，交往也得到了聂小轩的默许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当素王和虚狗子得知聂小轩回来后，再次逼迫他制作鼻烟壶，而且全是八国联军残害中国人的画像。对此，聂小轩坚决不肯，宁可冲去车轮下自断手臂，也不愿替汉奸走狗画侮辱同胞的鼻烟壶。之后，在巫世宝和柳娘的劝说下，聂小轩决定离开北京。临行前，巫世宝将出师后的第一个内画壶送给了好友寿明。佘大爷，也没什么送你的，这个是我出师以来第一个内画壶，留个纪念吧。每当想起我这个没落的八旗子弟，就拿出来瞧瞧。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随着马车徐徐离去，一代大师的身影渐渐化为了历史的尘埃，而饱经坎坷的巫世宝自此归隐山林，并改名为巫长安。他和妻子每年会烧上2窑3窑，但既不为名也不为利，只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。1985年，在英国的伦敦拍卖会上，一个20多岁的中国小姑娘以6万美金的高价买下了那尊刻着唐代古诗的鼻烟壶。人们惊讶之余四处打听，才得知这小姑娘竟然是巫长安的后人。这部于1987年发行的《八旗子弟》改编自小说《烟壶》，该片是导演李翰祥也是主演陈道明唯一被禁的一部电影，被禁的原因至今不详。这部电影除了真实细致地还原了内画壶这门绝技外，还展现了许多民俗风情，比如街市上有耍翻压面的斗空竹道，还有端王过大寿时出现了满洲的乐器八角鼓，以及插曲、秦腔、单弦、连珠、快书等等。这是一整套的演奏，和传统戏曲一样，都属于艺术娱乐节目。另外，片中出现的小扑虎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，她是清末比较有名的一个女侠。据说她生的浓眉大眼，十分标致，可力大如牛，擅长摔跤，常常到天桥和男人动手打架，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女流氓。总体而言，这部电影犹如一幅清末的老北京浮世绘，道尽了鼻烟壶的兴衰史，也写尽了传统艺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和没落。